我打算要写一个长篇，因为预计会拖很久，所以我决定先把它基调定好，以免我后面越写越偏。如果我写到一半发现自己前后对不起来，逻辑死亡的话，在完结以前我都有可能会删改。至于内容，看标题就知道我要写现在一个很红的网络议题，叫做女权自助餐。虽然是要写一个现象，但是内容也是我自己20到30岁的人权跟求偶焦虑，算是一半是心情自传吧，就是一个大时代下小人物挣扎的记录。讲到性别的自助餐，有人可能会想我是不是要写红丸。我并不是要讲女性得红药丸，因为我没有要教导特别的行为准则，也没有要成立宗教，只是要讲我自己遇到的洗脑跟觉醒。这些东西都是人年纪到之后自然就会懂的东西。我觉得与其说我在谈女权呢，我觉得比较像是母猪教当权下的躺平运动。因为不希望自己越写越偏，所以我也给了自己一些原则。如果在发的过程中我违背了这些原则，也欢迎提醒我。第一个是我并没有想要消灭母猪教或是任何的丑女团体，就像我觉得不必消灭霸凌、诈骗或是性骚扰一样，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对的，但是我觉得消灭这件事不太可能做到。但是我支持女权的最终目的。可是如果女人想要支持父权或是母猪教，我也不反对。既然我标题叫做自助餐，就看得出来我是支持自助餐的，但是我并不双标，所以男女标准是一致的。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女生会被我骂到，不是故意的。我并没有无聊到特别开一个长篇骂男人，但是免不了会提到宠女者的行为或是心态。为了不变成跟母猪教一样，我这里特别提一下，那不是指所有的台男，所以我用词会分开。最后一点就是，因为我是一个肮脏的大人，所以我不挡人财路，我没有正义感，我不会去谈整套红药丸、PUA 或者是母猪教哪里有矛盾，除非他们的主张违反了我的论点，我才会去解释哪个部分不合理在哪边。最后消毒一下哦，我觉得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观点，这些理论其实蛮逆风的，很政治不正确。因为2023年的台湾，目前我看见的网络风向是8、9年期认为7年级的女性都是母猪跟女权自助餐，都是这些人贪图享乐，所以害国家生育率下降。所以我现在讲自助餐呢，应该会被小孩子演上，但是因为我也不年轻了，再不开始我觉得我可能没时间了。总之我一定会写完，那就留给后面的世代去评价好了。如果女生非常想要结婚生子，那你就不要看，以免政府说我降低生育率。虽然我觉得生育率这件事情丑女厨比我的责任大很多，我也不是女权的流派专家。如果有部分女权观念我的解读有错误的话，请女权人士不吝赐教。因为我研究女权完全是因为有人丑女，所以目前并没有很深入。这套观点我以前有跟朋友提过，但是我当时提的反馈是男的觉得我太女权，可是女的又觉得我太父权，但我觉得我只是说实话。要看的观众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就是我并没有为了博眼球要特别配合哪些受众，所以你有可能会不小心被我骂到。当然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啦，这一套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，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跟判断。如果要辩论的话，请大家保持独立思考。
不要直接把我的话拿去当武器，或者是断章取义。如果要攻击我的话，请注意你的用字遣词，不要犯法。